上回书说到，前湘北篮球队员三井寿率领不良少年找工程麻烦，企图迫使篮球队解散。不良少年们与樱木等人经过一番激烈斗殴后，三井寿在初中时代最敬仰的安西教练出现在篮球馆，三井寿瞬间破防，终于回归到了篮球队。与此同时，高校联赛的预选赛终于开始。经过短时间的磨合训练，湘北五虎雏形已成。第一场比赛，湘北将面临曾经和海南附中一较高下的强队三浦台，迈向全国大赛的第一步终于来了。哨声响起，拥有身高优势的赤木率先为湘北争得一球。论身高，能跟他争球的只有陵南的鱼柱了。坐在看台上的鱼柱一眼看出端倪，湘北根本就没有使出全力。首发阵容中除了赤木，另外4个大佬都在坐冷板凳。这该不会是湘北的保留节目吧？或者是杀手锏之类的东西？4个问题儿童率先坐不住的就是即兴的樱木，他闪到安西教练面前：“老弟，你该不会从头到尾都不打算派我上场吧？”安西教练平静地说：“这是对你们打架的惩罚。”此言一出，4个人一下傻眼了。樱木揪着三井寿不断埋怨：“小三儿，老爹生气了，都是你小子惹的祸，快想想办法呀！”三井寿火了，从椅子上跳起来和樱木吵起来。宫城在一边客观地说：“樱木，论实力你应该坐冷板凳的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”樱木立即将火力对准宫城。流川枫轻叹一口气，也跟着加入争吵之中。才子厉声制止4人，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，看看场上。就在樱木4人吵架的这个时间里，湘北已经以4比16的成绩被三浦台甩下了。才子面露难色，防守太差了，也没有篮板，以这个阵容对抗三浦台果然有点困难。4个问题儿童一听这话，全部将炽热的目光齐刷刷的扫在安西教练的脸上。安西教练瞥了他们一眼，马上将目光挪开，全当没看见。在场上，三浦台的队长村宇看到湘北如此不堪一击，更加不把湘北队放在眼里，心中暗自鄙视。果然，湘北是赤木一个人的队伍，1打9啊！只要把赤木打倒，其他人根本不足为患。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，皇者海南大附属。三浦台的教练原田还是比较冷静的，在遇到海南之前，绝对不能怠慢，应该要一口气击溃他们。村宇在篮下当着赤木的面补篮进球，顺风局让他的狂傲之火烧得更旺，忍不住语言挑衅赤木。怎么样，赤木？今年我们要打倒皇者海南，进入全国大赛。即使湘北跟陵南不相伯仲，也不是我们三浦台的对手。我们可不是陵南那种2流烂球队。这话虽然是村宇和赤木1对1说的，却被看台上的鱼柱清晰的捕捉到。陵南是2流球队，你小子他妈拉仇恨有点拉早了吧？鱼柱嗷的一嗓子站起来，带着队员们在场上扯嗓子叫嚣：“赤木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要输给他们呀！”陵南全队呼吁换上流川枫，给三浦台一点颜色看看。赤木表示：“我压力也很大，换谁上场也不是我说的算的。”就目前情况来看，湘北确实不容乐观，不仅仅是比分的差距，最重要的是首发阵的队友们都被三浦台的气势给压倒了，连练习时一半的实力都没有拿出来，大家的抗压能力很弱，现在士气垮得一塌糊涂。樱木憋得十分难受，与安西教练对视了半天，安西教练不为所动，樱木无奈只好坐回位置上，愤愤不平：“老爹，你可不能意气用事啊！流川枫姑且不论，最后他一定要依赖我这个天才。”三浦台采取了多防一战术，一群人包夹赤木一人，赤木无奈传球，出手瞬间就被人截断了。木木学长在关键时刻还是很冷静的，分析了一下场上状况，其他人压力太大了，赤木又被看得很死，现在只能依靠篮板球。木木出手一个超远距离的3分，不出所料球没进，但木木瞄准的是篮板，他得给篮下的赤木制造机会。赤木以身体优势勇夺篮板球，落地瞬间就有好几个人夹了上来，赤木不管不顾，起身就扣。三浦台的村宇扑上去故意犯规，拦下了赤木的扣篮。赤木的罚球非常不准，三浦台的教练心知肚明，所以故意以这种方式将赤木锁死在罚球中，只要把赤木压制住了，比赛就赢定了。换句话说，三浦台根本不在乎犯规次数，而是故意犯规压制赤木。冷板凳上的三井寿憋了一肚子火，三浦台这帮人太目中无人了，他们以为湘北队只有赤木一个人，真是不爽。大阪小柯南向田彦一很快注意到了替补席上的三井寿和宫城，他翻了翻笔记本，惊愕地发现自己的资料库里根本没有这俩人。看气势和状态，这俩人根本不像是1年级新生，为什么在湘北和陵南比赛中没有见过他们呢？最让彦一好奇的是，湘北为什么没有让流川枫和樱木出场？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。赤木出乎所有人意料，2罚2中，人变得自信许多，但是其他人实在太拉了。赤木创造出来的光亮转瞬即逝，安田等人根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这个负担对他们来说太沉重了，他们渴望能被换下去。樱木4人坐不住了，继续用目光灼烧安西教练。安西教练依然不为所动，赤木大吼一声：“笨蛋，失去士气就等于输了，现在战斗的人是你们呀！”木木跑过来用眼神暗示赤木使用眉来眼去剑法，
赤木和木木搭档时间比较长，互相很有默契，两人互相配合进攻到篮下。赤木假意上篮，吸引三浦台两名队员起身拦截，接着快速地将球传给木木。当两个对手被吸引过去时，木木再回传给赤木，两人打了完美的空中接力，赤木暴扣得分，全场欢呼。这个配合打的实在是太有水平了，大家的激情重新被带动了起来。看台上的鱼柱欣慰地笑了，看来你恢复了呀，赤木。虽然湘北队的士气提高了，但是像安田和潮崎这样的选手水平的确有限。虽然他们也很拼命，但终究还是与对手实力相差悬殊。才子的脸上一点兴奋都没有，这种情况根本没办法扳平比分。而且木木和赤木的配合已经被三浦台看穿了，想要故技重施恐怕非常困难。果然，木木一接到球就被对方死死盯住。目前比分8比22，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14分钟。沉默许久的安西教练突然开口：“你们几个已经反省过了吧？不会再打架了吧？”樱木一听就乐了，一边揉捏安西教练的大脸盘子，一边哈哈大笑：“我怎么可能再打架？我樱木是和平主义者。”其他三人颤颤巍巍的许诺不会再打架了。安西教练缓缓起身，裁判宣布湘北换人。问题儿童四人组终于登场，樱木爽朗大笑：“召唤胜利的男人出场了，这下子你们输定了。”木木看着樱木四人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没人比湘北的问题儿童军团更可靠。宫城一上场就展示了惊人的速度，他个子小，速度快如闪电，眨眼间就攻到了篮下。三浦台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球已经到了赤木手里，赤木起身暴扣拿下2分。林丹认出了7号的宫城良田，这个家伙别看他长得小小的，可是湘北的黄牌后卫，而鱼柱的注意力全在14号三井寿身上，第一眼没认出来，只觉得三井寿十分眼熟。三浦台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，不紧不慢地带去回攻。突然一道闪电穿过，三浦台再去找球的时候，球已经到了宫城手里。三浦台想要找机会将球抢回来，宫城一个漂亮的背后传球，将球传给三井寿。三井寿拿到球直接3分跳投，姿势、弧度、高度都达到了完美，球进了。湘北将比分拉到12比24。鱼柱突然跳起来，面露惊愕，那个3分球姿势绝对不会错，那是武士中学的 MVP 三井寿。前半场凭借赤木、宫城、三井寿、刘传峰的默契配合，很快就将比分拉到了22比24。湘北士气大胜，唯一不爽的就是樱木花道，有了那4个王者，自己似乎没有出风头的机会了。樱木一个劲儿的埋怨宫城不传球给他。终于，樱木站到了好位置，宫城看准机会，将球传到了樱木手里。宇村立即跑过来防住樱木，樱木一个转身晃掉了村宇，流畅上篮。村宇直接跳起来，扯住樱木的脖子，将他拉了下来。这就是三浦台的打法，不计手段和后果，只要让湘北不进球就行。裁判判樱木罚球，可是没人教过他罚球和投篮，加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樱木瞬间大脑一片空白，耳朵里不断回荡一句话：投不进，投不进。樱木十分紧张，身体完全僵住。结果5秒超时，一次得分机会就这样白白流失。赤木揽过樱木，告诉他，就是因为你想出风头才会这样，你没做过罚球练习，投不进去很正常，没人要求你投进，只要投到篮筐上，篮板交给我。樱木豁出去了，总之就是投一下就行了。赤木低声招呼刘传峰，准备好抢篮板球。三浦台也意识到樱木根本没把握投进，纷纷卡位准备抢篮板。樱木突然灵机一动，抢篮板这是个好办法。于是樱木故意瞄准篮筐前沿，用力将球丢出去，接着自己立即冲上去，打算自投自抢。但有一个人比他更快，那就是流川枫。在球触碰到篮筐的一刻，流川枫已经高高跳起，在樱木面前表演了一个单手扣篮。樱木都要气炸了，你抢了我的篮球，还抢走我的风头，这是人吗？流川枫鄙视地回道，谁管你。流川枫用扣篮弥补了樱木2次罚球的分数，湘北24比24追平比分。三浦台反攻，队长村宇拿到球，一个人攻入篮下，没想到三巨头赤木、樱木、流川枫正等在这里。村宇看到3座大山杵在自己面前，都吓出空跳了。落地后，村宇赶忙将球传出去，宫城一个移形换影闪了过来，接到球就开始跑，樱木立即跟上。宫城没理会樱木，直接和流川枫打了个配合，流川枫再次扣篮得分。上半场，湘北队将三浦台的分数牢牢锁死在24分，打得三浦台抬不起头。流川枫名声大噪，现场人议论纷纷，樱木都要气死了，差点冲上去给流川枫手撕了。但是他们刚答应安西教练不打架，没办法，樱木只好把气撒在宫城身上，道德绑架宫城偏心，只偏流川枫一个。观众席中来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，海南大附属的队长木神一，人称木神。他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这场比赛。湘北队目前状态非常好，三浦台这边就难过许多。队长指示大家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肮脏的办法犯一点小规，绝对不能在这里陷入僵局。眼看光凭眼前这几个烂茄子无法拿回优势，三浦台派出了王牌选手一拳超人奇遇哥，此人名为内藤铁也，身高196公分，9号大前锋，
是三浦台教练特意从橄榄球队挖过来的秘密武器。铁野一边擦着自己光亮的光头，一边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什么三井寿，什么流川枫，老子把你们通通打倒！”下半场跳球，这个铁野居然和赤木拼了起来，两人在空中同时触碰到篮球。在这之前，赤木的高度是无人能及的。不仅如此，铁野的力量居然也强过一般人。在与赤木同时触碰到球的时候，铁野居然硬生生的把球给传了出去。赤木的力量居然会输给别人，这绝对是前无古人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家伙打篮球的手法比同队其他人更可恶，把橄榄球的一套完全照搬过来，见人就撞，结果撞翻了樱木。裁判居然判樱木犯规。这时候，三浦台已经注意到樱木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入门者，屡屡传球戏耍樱木。赤木等人把樱木围住，七嘴八舌的教训。樱木火了，防守对面光头哥铁野时格外卖力，结果因为他太卖力了，导致第二次犯规，送了三浦台2个罚球。湘北方寸大乱，命运的天平逐渐向三浦台倾斜。